9点10分左右，我是走着赶往约会地点的。你赶紧把红姑赶回老家去，要不然我就把咱俩在一起之后你让我怀孕的事情告诉周局长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果不其然，在你刘科长的带领下，所有的疑点都被你先后找到的证据一一击破，最后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因此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周，你刚才看到了吧？陆凯服软了，他这次输给我，心服口服的。我怎么觉得他是在耍我们？耍我们？为什么呀？尽管他把作案过程说得天衣无缝，可是你仔细想想，他只不过是在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向咱们表明，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他做的。不会吧？哎，你不要想那么多的。陆凯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，他很狡猾的，他可能就是贼喊抓贼。但是贼喊抓贼的前提是他必须得是个贼。陆凯所说的作案过程有哪一点是经得起推敲的？尤其是他说张倩倩以自己怀孕来要挟，导致他杀人灭口，这个作案动机你信吗？反正我是不信。吃的挺香啊，田宏正。你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谁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找你，想让你给我行个方便。我想到看守所探望一个朋友，怎么样？尽管我不清楚你是何方神圣，但是有一句话我还是要奉劝你：趁早打消这个念头，并且跟谁也不要再提起。否则的话呢？否则的话，我马上把你抓到公安局去。这我相信。但是你想没想过，我到公安局之后会跟他们说什么？我会告诉他们，你田宏正在留用之前曾经干过一件大事。之所以你把这件事情隐瞒不报，不向组织交代坦白，是因为里面牵扯到一条人命。当然，尽管你杀的这个人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恶霸，他霸占了你亲妹妹，气死了你爹娘，但是到现在死无对证啊。上面要是追究起来，估计你不太好受吧？至少在你的履历上会增加一个污点，你这警服估计也得脱下来。你想见谁？是公安局侦查科科长陆凯。好，明天晚上我值班，到时候你可以在值班室见他。但是时间我只能给你半个小时。谢谢，明天见。回来啦。周叔，您是一个老公安了，你不可能没有感觉到陆凯这个案子的疑点还有很多，而且这些疑点已经延伸到了那些与本案毫无关联的人身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您肯定有事儿瞒着我。
如果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的话，那就代表你真的不信任我，那我就退出这个案子，再也不管了。雨涵，你还没吃饭吧？周叔，您就别打岔了，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那好啊，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，那你就想办法证明啊。我会的。你启用了老姨，棋高一招，妙，妙。老周啊，我怎么听说你把咱们老战友的女儿周雨涵弄到春城来了？哎呀，老首长，不瞒你说呀，我一直把这孩子啊当亲生女儿看待。这孩子啊，也给他牺牲的父母争气长脸，不仅政治觉悟高，学习还好，而且立志继承父母的遗志，进他们公安。好材料啊！他们的父母为了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的子女，让这些烈士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到欣慰。是。哎，我怎么听说这孩子有点刁蛮？哎，你可得想办法把他给调教好啊！你放心吧，在工作上要一视同仁，绝不能搞特殊化，要多到实战中去磨砺，尽快的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战士。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？生活归生活，工作是工作，凡是牵扯到原则问题，一概从严掌握。我这个人呐，看人是不会错的。这孩子一定是个好苗子。这孩子，谁的孩子？咱们的孩子，咱们自己的孩子。走啊！大哥，他就是杜东，曾经是保密局辽阳站的行动队长。动手！啊！不愧是保密局的著名杀手，干净利落，招招狠毒。把自己真实面孔藏在面具后面的人，无非有2个原因：一是奇丑无比，不敢见人；二是因有秘密而不能见人。没想到兄弟除了拳脚功夫厉害，口舌也好生了得。如今已经改朝换代了，你我不是在一个锅里捞屎吃的人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命丧黄泉的。这倒也是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显然是在怀疑我来此的诚意。你的过去对于我来说是一片空白，我不怀疑你，我能去怀疑谁呢？那我请问，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？按照你们保密局的规矩来吧，怎么着也得有个投名状吧？那我再请问，这投名状是杀人还是放火？大哥，我带他来投奔您，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的忠心。咱们兄弟会现在正需要他这种文武双全的将才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您让他干什么，那他绝对是全力以赴，绝不含糊。是吗？那就简单了。杜龙，你要不怕委屈，就留下来。那就谢谢前辈了。大爷，你们看看啊，看
看人红姑，那干活就是地道，铲子摆的就像那食堂的大师傅一样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有模有样，干啥像啥。俺以前在山东之前的时候啊，俺模没干过呀，俺带着俺当地的妇救会，做军鞋、送军粮、抬担架，俺什么都干过。来，来。红姑啊，你是不是炒了失了锅了？啊，歇会儿吧，别太累着。哎，没事儿，不累，我再炒10几锅都没事儿。不甜。红姑，我就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干活的。哎呀，红姑，要紧吧？红姑。说吧，有什么重要的事？我已经打入忠义兄弟会了。那接下来你就加快行动，他们的背景你查清楚了吗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查清楚，只知道成立不到1年的时间，不过还没有干过一次针对中共的活动。难道反共只是个幌子？他们每天都在做什么？你调查了吗？他们整天躲在暗处鬼鬼祟祟。你要尽快获取他们近期行动的计划，目的是监控他们，不能干扰我们的惊蛰行动。明白。看守所那边的事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准备好了，里面的内应可以信得过，接应的人也都排查过，没有任何问题，随时都可以行动。你要知道，这次的行动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大，会牺牲一部分的潜伏人员，所以这件事情必须成功，不能出一点纰漏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护士，这个床的病人去哪里了？没看见人呢，我们也在找呢。他早到了该吃药的时候了。那他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我们2个小时前进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在这儿了。找，是。哎呦，周局长！哎呦，您看看，您怎么来了嘞？来看你呀！哎呦，你看看你们怎么都来了呢？这多不好意思！哎呦，你去哪里了？哎，吓我们一跳哎，以为你失踪了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俺在这躺了半天吧，这浑身躺得难受，俺就心想吧，出去买点点心。这个铁蛋儿爱吃这个点心啊。哦。俺想着他在那个牢里头吧，一个人肯定也吃不上什么好的，俺就想着再去买点粉条子，给他炖那么一大锅猪肉粉条，他一定爱吃，给他送过去。结果这转悠了半天吧，这粉条子俺没买着，俺把自己给转晕了，这不才回来吗？你就放心吧，他呀饿不着自己。谢谢你啊。红姑啊，哎，你身体还没好利索呢，应该在床上躺着。那怎么行呢？你这么大个领导，你站着俺躺着，俺这不给铁蛋丢人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！什么丢人不丢人的呀？你是个病人，不能这么早下地走动。那俺听领导的，俺坐着行吧？坐着。哎，局长，你也坐。哎，我这有苹果，我给你拿。哎，我不吃。哎，对，妹，你给就是。哎呀，不要。哎呀，吃一个啊！哎呦，哎呀，我不要。吃了呢。哎呀，吃一个，就是冷甜，吃一个。哎，坐，没外人坐。红姑啊，
我听说你的居委会表现得很不错呀。哎呀，没有。为了支援抗美援朝，发扬老区人民的精神，积极地参与居委会的各项工作，而且还因为疲劳过度，把自己都给了晕倒了，很了不起呀！啊，那几个居委会的大姐跟我说起这事儿的时候啊，个个都感动得眼泪汪汪的。你把他们感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朱局长，你别夸俺了，这是俺应该做的，俺做的还不够。哎，什么叫够？什么叫不够啊？啊，叫我看来呀，做人做事，只要是问心无愧，就是好样的。朱局长，俺有一个要求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嗨，有什么该不该的？你说，我听着呢。俺想去看看铁蛋儿。红姑啊，铁蛋儿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，这对一个干部来说啊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啊。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总会调查清楚的啊。哎，那俺想现在就出院，俺得回家给他包大包子吃去。他那会儿走的着急，一口都没吃上。俺回去给他包好了，你能替俺给他送过去吗？行，我答应你。尽管这不合规，但是啊，看在你这个之前模范的份上，我破例了。哎呦，谢谢周局长！哎呦，谢谢你，周局长！哎，小周，你看，陆凯真是有福气啊，摊上这么好的媳妇。哎，刘女，派去陆凯老家了解情况的人走了吗？今天一早就走了。走之前，我特地把注意事项又叮嘱了一遍，让他到那边以后争取每天都打一个电话，及时向我们汇报。好的，要抓紧，时间很紧了。是。老周啊，老姨那边截获了电文，敌人又要有行动了。什么行动？部分电文提到了看守所，所以当务之急，咱们要利用看守所找到他们，顺藤摸瓜。这个呀，你尽管放心，人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。进去吧，有人要见你。不是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这点雕虫小技算什么呀？咱们是兄弟呀！我炖了鸡汤来慰问你这个杀人犯。太香了！过来，来，坐。快！哎呀，别看。
鸡是我偷来的，蘑菇是别人送的。别管怎么样，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。你又做那种违法乱纪的事儿。哎呀，曹庄，要不然你是我大哥呢？我终于明白了啊！不枉那些年我提着脑袋跟你一起患难。什么是患难见真情啊？这就是。啊。周到。什么意思啊？合着逗我玩呢？就让我过个眼瘾，别闹，快！我原以为你这胃口不好，吃不下，我怎么拿来的怎么拿回去，没想到你……我这胃口好着呢，啊，快！曹庄，这里边有事儿吧？你是过来当说客的吧？没错，我连尼采的词儿都想好了。那既然你都准备好了，我不让你说，是不是不合适啊？开始吧。陆凯啊，人碰到这种事儿，就得往开了想。是。尼采不是说过吗？人只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不错，不过尼采还说了，这人啊，和树其实是一样的，他越向往高处的阳光，他的根越要伸向灰暗的地底。有这句话吧？凯子，我今天可是冒着违反纪律的风险来看你啊。我看你这状态不错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记住啊，下次再想喝鸡汤、吃炖鸡，那就是等你出去之后，拿你的津贴请我和周雨涵。但愿吧。不是，哎，你跟我提周雨涵是什么意思？你大哥的眼睛毒，蚊子飞过就知道是公母。那小丫头看你那眼神带着勾勾的，小火苗忽闪忽闪的。不是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！什么时候咱们都要保持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。有了他，我什么时候都乐观。哎呦，别说，你还真费心了，还真不错。大哥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，这心太细了。你说现在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咱是不是聊点正事儿？什么正事儿？你说红姑啊？红姑是我碰巧从派出所里领回来的。那天我买菜回来，路过派出所。曹管理，买菜啊！哎，刘所长，忙着呢。曹管理，市区的伙食不错呀。哎，可别这么说，就这样，局里那帮小伙子还天天嚷嚷着说伙食不好呢。这我理解，众口难调吧。走，既然碰上了，屋里喝口茶。别愣着，走吧。走。同志，你不要过于着急，我们一会接着调查事情，好吧？什么事情这么热闹啊？所长，这位山东来的妇女啊，她的行李被人偷了，我们正在处理呢。山东来的？首长好，俺叫红姑，俺是来找俺男人铁蛋的，他在公安局上班。铁蛋儿？曹管理，市局有叫铁蛋儿的吗？他大名叫陆凯。
什么？陆凯？哦。你是陆凯的媳妇儿？俺这有证明，你看看。好你个陆凯呀，竟敢金屋藏娇！哼，你等着。同志，你认识铁蛋儿啊？我看他证件齐全，就领到医院去找你了。怎么？你是觉得红姑来得太巧了是吧？装，继续装。大哥，我说的是这事儿吗？就这事儿的话，你能往这儿跑，还给我送鸡汤，还跟我聊什么尼采？你不说是吧？那我走。知我者二弟也。说吧。祝你身体健康。您客气，不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昨天发现的一个特别的频率，这是一份发给国民党保密局的电文，用的是保密局的密码，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。什么意思？发电的地点就在咱们春城，但是发报人不是保密局的人，也不是国民党其他部门的电台，更不是咱们自己的电台。你破译了？破译了。电文本身没有什么价值，就一句祝福的话。真奇怪了，不是你肯定不是保密局的人发的？我当然肯定了，绝不是保密局的人。就这么肯定？因为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电台的发报人代号叫麻雀。麻雀？日本人的电台？协影电台。当年营救国军被俘军官的假情报，是麻雀用协影电台传给我媳妇儿的。那次行动导致了大嫂和盛文的26个兄弟牺牲，不应该啊！抗战时期，我们就对他进行过追踪，可是一直没有破获。这抗战都胜利了，他们早就消失了。是啊，我们一直以为他不是死了，就是回日本了。没想到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了，潜伏在中国，而且就在春城。大哥，这事儿大了，你确定没搞错？你大哥别的本事没有，收发电报的技术那还是过硬的。啊，是，你确实有这本事。你瞧我这记性，你能分辨出各种不同的发电手法，而且只要是在频率当中你接触过的发报员，你都过耳不忘。麻雀，为什么单单在国民党保密局启动惊蛰行动的关键时刻，他又冒出来了？他意欲何为呀？看来上级对当前的地特态势分析是准确的，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黑云压城城欲摧呀！大哥，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你为什么不交给上级？我一个留用人员，人轻言微的，还是你找一个合适的时候，向周局长吹吹风吧。我。刘阿姨，呀，是曹管理员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来，你请进，请进吧，请进。
局长，您这是？曹川，这个账本你应该认识吧？你可以拿起来看看。那上面用红笔标注的地方，是总务科查你的账，发现有问题标上去的。你不想说点什么？局长，这什么这？你太叫我失望了！你居然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，干起了贪污公款的勾当。局长，我冤枉啊！局长，这上面做标记的地方根本就没有问题，我可以跟您解释清楚，我是清白的呀。你是清白的，食堂的伙食屡屡遭到干警们的指责和非议，而你呢，听之任之，依然故我，伙食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改善，你怎么证明你是清白的？饭菜的质量确实是差了点儿，但我现在不是千方百计的想方设法在改善吗？我昨天就去了一趟黑龙山，我想去了解一下木耳、香菇这些的行情，要是价格合适的话，我想采购一批，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。对了，陆科长和周雨涵他们可以给我作证。行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停止一切工作。你听好了，我会派人调查，如果贪污属实，这身军装你就给我脱下来。你走吧，好好反省。哎，大哥，找我有事？没啥事。进来多长时间了？小半年了。看见我身后那老头了吗？转过来。我问你，他怎么被单独关起来了？哦，你说他呀？他是个日本人。日本人？听说还是个什么教授呢？那你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被一直关到现在吗？那还用问？肯定是态度不老实，不认罪伏法呗。要不然早就给他提回老家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我听说这个老头好像还是个有故事的主，不过有什么故事我就不知道了。玩你的去吧。一个人来的，不怕我对你图谋不轨啊？回去坐下。为什么？这里不是你该开玩笑的地方。不是你来找我的吗？要不然我回去。陆凯，虽然你现在顶着一个杀人犯的名声，但是我始终在怀疑。我怀疑你和周局在写一篇锦绣文章。您抬举我了，我哪有那本事？不过你一提到文章，我倒想起件事来。回头你帮我找一本林徽因的小说，
闲来无事，我也解解闷儿。陆凯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这样的一种人。哪种人？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当面是人，背后是鬼。在你陆凯的嘴里，还有没有一句真话？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你？说什么呢？挺奇怪的。起码我是个好人吧？你要知道，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的。无论他有多么的平凡渺小，无论他有多么的微不足道，总有一个地方，哪怕是角落，安放他的灵魂。总有一个人需要他的存在。对了，那天你媳妇儿来了，说要给你做大包子送过来。什么我媳妇儿啊？你们认的，我不认。不过我倒没想到，她还真把这事儿给当真了。能找到这么好的女人是你的福气。你不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吗？她昨天为了到街上给你找粉条，愣是跑了2个小时。谁说我喜欢吃猪肉炖粉条啊？我对猪过敏，脏。给他炖那么一大锅猪肉粉条，他一定爱吃。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成天不是怀疑这个就是怀疑那个的，可是哪个是真正值得你怀疑的？我告诉你，周雨涵，如果你对陆凯杀人案感兴趣，那你就应该把整个案件从头到尾梳理一遍，使本案的证据链条缜密而没有漏洞，明白吗？不太明白。您不是跟我说过，多疑是侦查员的本分吗？服从命令也是侦查员的本分。出去。是。出去就出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嫂子，妹妹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看看你啊，不欢迎我啊？哎呦，欢迎欢迎，快进快进快进，坐啊！哎，哎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正好到饭点了，啊，就给你做点饭吃，陪俺吃个晚上饭。哎，嫂子，你别忙活了，我来啊是找你聊聊天，问点事儿，顺便来蹭个饭。行行行，那聊聊天。怎么的了？是这样的啊，你还记不记得张倩倩死的那天晚上啊，你家铁蛋在干什么？哎呦，那时间挺长了，还得想想行吗？哎，不着急不着急，你慢慢想。哎呀，张倩倩死。行，你问吧，俺能说出个1、2、3来。那天晚上她是在家里吃的饭吗？哦，在家吃的，俺给她炖了一锅那个猪肉粉条，她最爱吃那一口了。谁说我喜欢吃猪肉炖粉条？我对猪过敏。那吃过晚饭之后，她又干了些什么？就跟平常一样，就坐在你那儿，她爱看报纸，看了会儿报纸，她出去了。那会儿好像是9点多，然后10点一过又回来了。哦，哎，嫂子，你记性可真好，这几点钟出去，几点钟回来，你都能记得住。嗨，俺以前在农村吧，都是根据那个太阳升了就是中午，太阳落了就是晚上了。俺在城里才发现，你们这儿的人对那个时间观念都很守纪律的，所以看表的习惯，
俺就是跟铁蛋儿学的，他干活都是1:11、22，俺觉得挺好。那他说没说他那1个小时的时间里都去干嘛了？哎呀，你还说这个呢，就别提了。他那2天脾气就冷古怪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他那天晚上要出门，俺还专门说了，天那么黑那么晚了，你干活去，你别去了呗。他也不知道哪来的火，给俺一顿骂呀！哎呦，就冷生气，俺也不知道俺哪做错了，不让问，吓得俺就躲在俺那个被窝了。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了，后来他回来了，俺都没敢招惹他，也不知道怎么了那2天。哎呀，行了，嫂子，我问完了。哦，他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就来找你聊聊天，说了。啊，行，那你还在俺家吃饭不？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？你现在想赶我走，我都不走了。就喜欢你这个人儿。好，嫂子给你做拿手菜，你放心吧，2袋烟的时间，俺保准给你做一桌子拿手菜，行不行？行，我等着，等着。好久没人陪俺吃饭了，等着。哎，哎呀。门没锁吗？哎，回来了。哟，嘿，雨涵真是懂事了啊，买肉了，知道做家务了，懂事了啊。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嘿，你别说，这块肉还真不错啊。哎，这样，咱把它分成2份，1份做饺子馅儿，另1份啊，你把它做成我最爱吃的东坡肉，怎么样？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这是？哎，嘿，看这孩子，你把肉拿了你的房间干什么去啊？啊，要拿也得拿到厨房去啊。雨涵，你就是吃独食也得把它弄熟了呀。雨涵，嘿。明日上午准时执行牢狱行动，务必趁乱干掉陆凯，不要留下马脚，要不惜代价，全力以赴。大哥，人来了。知道你是警察，我认识你，他们全都要杀你，你快跑吧！
点，快点！快走，走！举起手来！你们什么人啊？如果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你们现在就是死士了。你把那个老混蛋带走。想死你了！待下。走，走。大哥，你让我盯着毒龙，是为了借力打力，半道设伏，是为了这个日本老头。要不然，你觉得你们会这么容易吗？啊，千万不要小瞧共产党。他们可不是吃干饭的。大哥高明，无私佩服。把那个老东西给我看好了，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他，特别是那个毒龙。他就是保密局的探子。明白了。毒龙，你这个蠢货，准备那么久的行动，竟然也能失手。长官，这次是我失职，没想到竟然有其他人对那个日本人有兴趣，竟然半路截胡。你查清楚是谁劫走的了吗？现在还不清楚。蠢货，半路劫人必定会留下痕迹，这也用我教你吗？属下无能。还有那个陆凯死了没有？这次算那小子运气好，下次一定逃不了。我都安排好了，绝不能让他活着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出是谁劫走了那个日本人。老周啊，看来老姨破获的情报是肯定的，看守所日求被劫，明显是惊蛰行动的一环。对，要抓紧时间查清这个日本案犯的身份，才能知道他们劫走的这个日本战犯的真实目的。还有啊，别让陆凯那小子在看守所里放假了，让他上山查一下那些野人，让他注意安全，查到敌特消息及时汇报。好。报。哼，进来吧。周局，这次找你来呢，有2件事情要你去办。第一件事，你去转移陆凯，押送他到监狱，别带雨涵去啊，不能让他再搅和陆凯杀人这个案子。至于这第2件事嘛，
你去查清楚被劫的那个日本战犯的资料啊。迪特这个时候劫走了日本战犯，肯定和惊蛰行动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要尽快摸清敌人这次行动的目的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去吧。哎，小周啊，你去干嘛？啊，去趟看守所。去那儿干嘛？要给陆凯他们几个人换个地方啊。换地方？换去哪儿？省城第一监狱。为什么要换地方？哎，看守所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那边以后肯定不安全了。我也要去。你去啊？谁去都可以，只有你不行。周局刚刚亲口说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？那谁知道了？你啊，去问周局吧。我走了啊，再见。这就要拉出去毙了，咋还没给口上路饭吃？确实有点吝啬。废话不要多讲，上车。出发。在林子那边，上！陆凯，别跑！科长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哪晓得怎么办？等着回去受处分吧。哎，我说刘宁啊，你怎么回事？啊？是人手带的不够，还是你疏忽大意、计划不周啊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光天化日之下让陆凯跑了？啊？你怎么执行这次押运任务的？周局啊，我这次是我不好，我轻敌，我疏忽大意了。我向组织检讨，我请求组织给我处分好了，或者您扣我津贴，扣我工资好吧？你说什么？扣你津贴？你有多少津贴经得住我扣？真是，还处分？你想得美！我告诉你，如果给你处分，陆凯能回来，我马上给你处分啊！如果扣你的津贴能解决问题，我顿顿让你吃大白菜，让你减肥。我又不是很胖了，你想胖呢你，我也得允许。我命令，马上到公共场所、车站、码头、公园，张贴通缉令，通缉陆凯，不能让他有1分1秒的喘息时间。执行。是。忙呢？呀，陈姑，哎，你又来送包子了？对呀。哎，你是去找周局吧？啊，周局开会去了。你要不有什么事情，你跟我说一样的。哦，俺给铁蛋新蒸的包子，你能帮俺送给他不？哎呀，当然可以了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为啥呀？啊？你还不知道？你家铁蛋跑了，他现在啊人不在这儿，没有人吃你包子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跑了？他为什么会跑呢？满大街都是通缉令，你没看到的？他跑了？刘科长，你
你知不知道铁蛋跑哪去了？你告诉俺把他找回来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要知道他跑到哪儿去啊，我还满大街贴通缉令，我吃饱了撑的吗我？算了算了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，反正他人也不在。哎，你这个包子是不是回去以后也就没人吃了？你要不留给我，我晚上就不用去食堂了，食堂太难吃了。不行，俺得去找周局长，俺得听周局长告诉俺他为什么跑。哎，红姑，那个包子。哟，这什么意思？姓陆的，别演戏了，该歇歇了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呢？这次你把我弄出来，就是为了挡入我们内部铺路的，对不对？你他妈就是共产党的一个探子。不过今天遇到我算你运气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我谢谢你。也就是说，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是吗？好，死没什么关系，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吧。你是谁呀？老子就是要你命的杀手。这次跟着你出来，就是为了要你命的。姓陆的，知道你的命值多少钱吗？那我还真得打听打听。有人给了我10根金条，知道吗？是10根儿，恐怕你小子这辈子都没见过吧？便宜了点儿，我给你15根，让我走。什么？15根？姓陆的，你说的不会是黄瓜吧？怎么会呢？快拉倒吧！你哪来15根金条？我告诉你，姓陆的，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们共产党这臭毛病，都死到临头了还不服软呢！兄弟，那依你的意思呢？何必呢？我还没问清楚呢。你就是性子太着急了。陆凯，你又杀了一个人，怪不得你在军统的代号叫刺刀呢。失手了。哟，追我追得这么紧啊？有那么喜欢我吗？你别自作多情了。你别忘了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当你和拔拉脸鬼鬼祟祟的刚走进这个旅店的时候，就有人向公安报了案。大意了。别动！我有必要解释一下，在他的身上藏着一份重要的道具，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他了。给我。看清楚了，这是一份潜伏的证明，明白了？哎，别动！不是你讲点道理行吗？那是我的，给我。你别跟我废话，跟我回去。给个理由先。因为现在全城都在通缉，就算你出了这个门，你也走不了多远。是的，我是要回去的，但不是现在。那你尽管试试，看看你能不能走出这个门。哦，你好有自信啊！你别逼我，你再逼我，我现在就向你开枪。周雨涵，是你在逼我，赶紧把东西给我，要不然我就动手了。
但是还要说一句，冒犯了。有句话，我给你提个醒啊。作为一名侦查人员，如果有一个案子的门在你面前关上了，它不见得就是锁上了。也许你往前走一步，轻轻推一下，这门也就开了，真相也就大白了。好好听着，记住了吗？周雨涵，虎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看见陆凯没有？没有，是周局长让我来的，通知你回去开会。开会？我还得去追陆凯呢。哎，局长说了啊，你不回去就是违抗命令，要给你处分。处分？啊，好吧。下面我把具体的情况介绍一下。报告。人家，接着说。我去看守所调查了关于这个日本案犯的情况。这个案犯的身份很奇怪，在国民党时期他就被单独看押。这个我在档案室里也没有查到那个时期的口供。我们看守所的同志对他进行了审查，他交代自己叫山口俊一，除此之外，也没有交代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出来。国民党撤退的仓促，大量资料流失，我们也无法掌握更多的信息。这说明敌人一直在推进惊蛰行动，而我们呢，同志们，我们必须马上改变眼下这种被动的局面，不能再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了，得想办法打乱他们的部署。大家谈谈谈谈你们的看法。我建议从战犯管理所调取资料。我认为刘宁的这个方案很可行，敌人不会平白无故的劫走身份普通的犯人。周局，这是一个新的侦查方向和思路。好，刘宁，周雨涵，干什么呢？你这是？这么严肃的会你也胡闹？出去！出去！出去就出去。这什么？这个这个就是导致你今天上午让我滚出会议室的东西。什么？吃惊了吧？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，也许你会更吃惊。干什么用的？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研制的微型无线窃听装置。这是无线拾音器，也就是话筒，它可以藏在任何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，用来接收声音信号。周叔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，就藏在我们625专案办公室的花盆里。这个是发射机，这个是电池，发射距离大约在50米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贵局大院里的某一个角落，一定还藏着一个信号接收装置。而且我相信，这个藏窃听器的内鬼，一定就隐藏在咱们局里的某一个部门。这又是什么？请调报告，我要求调离市局，原因是我在这里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，能力受限，不能一展所长。请您现在就表个态吧。刁蛮无理！哎，怎么是我刁蛮无理啦？你不许指我！你要是现在不跟我说清楚，那无理的就是你。那你说说，哎，我怎么不尊重你了啊？我怎么不信任你了？
您有事儿瞒着我，重要的任务从来都不给我，而且你还动不动就当众斥责我，这就是典型的不尊重和不信任。你别忘了，我也是有尊严的。作为您的晚辈和部下，我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，思考问题要缜密，处理案件要慎重，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疏忽而闹出纰漏，给您这个当局长的叔叔丢人现眼。可是您呢？您什么时候向我透露过一点消息？什么时候安排过一件重要的事情给我？从我来了之后，但凡是有一点分量的任务，都是我自己找的。要是换了别人，恐怕早就已经要求调离了。哎呦，有这小样，还真生气了，脸都气绿了。来，哎呦，来，喝点水。来，玉涵，来，喝点水。叔给你道歉啊，来，喝，还不领情？哼哼，哎。玉涵，干咱们反特侦查工作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啊？保密。对自己掌握的情报，要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，这是最起码的。是。哎呀，是。你也知道，打从你父母为革命牺牲后，组织上对你很关怀，我呢也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。可是关怀归关怀，原则就是原则，这些事不能混为一谈的。在这个虽然没有硝烟，但是不乏刀光剑影的战场上，从零做起，锻炼自己，尽快的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安战士。你积极的工作热情，大家很欣赏。那好，既然你这么求战心切，那我就交给你2个任务。第一件，动用一切技术手段，把咱们局上上下下所有的角落都清查一遍，发现问题向我报告，能办好吗？我能。那我可以请省厅的技术专家过来吗？可以。第2件，尽快的查清张倩倩凶杀案的幕后真凶，能办好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正在等待去陆凯家乡的调查结果，我希望调查结果能印证我的怀疑。你查出什么了？周海峰同志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你可别忘了咱们的保密纪律是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的。切，要记住一切行动听指挥。这丫头。经查，山口局已被截获，是兄弟会所为。下一步如何行动？通知他，保密局2叔明天约他见面。有什么情况吗？一切正常，没什么情况。打开吧。是。保密局送来的。都看了，说说吧。信上说，国防部特派员顺利抵达镇城，要与忠义兄弟会会见，并商谈收编兄弟会人员，参加保密局一事。用不着的时候又打又杀的，如今用得着了，就把我们当成香饽饽。哼，他们保密局确实了不起，特派员又如何？
在我们这里，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保密局的那些破事儿。那您的意思是？不见。以鄙人之见，不见二叔不太好吧？为什么？虽然大哥现在不过问政治，可是政治会来找你，万一惹毛了保密局这些人，就会影响我们自身的安全。参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可以从长计议，保护自身安全是头等大事。况且，当然，我也只是听说，这个特派二叔深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任，说他是特务厅谍见奇才，是一位绝对不可小觑的人物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见，是一定要见的，不过不一定您亲自出马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我可以借个火吗？抱歉，我不抽烟。我二叔抽了一辈子烟。你就是二叔啊？你就是冒牌的贾会长大人吧？什么叫冒牌啊？我叫吴四，是我们会长的全权代表。那我就正式行使国防部授予我的职权了。回去转告你们会长，忠义兄弟会已被列入光复大陆特别行动组。这是委任状，正式任命他为忠义兄弟会会长。军衔是少将，国防部还会根据行动需要提供活动经费，但条件是会必须出示一份完整的人员名单，交予国防部备案。这个恐怕……怎么？这也会令你们会长为难吗？不是为难，是根本不可能。吴四，难道是怕暴露家底儿想留一手，还是你们是墙头草想投靠共党？我告诉你，吴四，照此下去，忠义兄弟会将会成为没人管的孩子。我甚至敢断言，不出2个月，你们就会被共产党全部歼灭。我看这样吧，你这次回去，务必让你们会长和我见一面，无论是时间、地点，还是以什么方式见面，都由他说了算。请特派员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说服他，让他与您见面。好。先生，这是刚刚有人给您送的信，您看一下。地点有变，请于51刻之际赶到兴隆绸缎庄一间，过时不候。我说啊，能不能再快点？我都给钱呢。好。这是有人让我给你的，你得买包烟，我才能给你呢。烟不要了。谢谢。请于6时赶于西郊黄仙庙一间，过时不候。
是的。我今天来，就算是给你面子。有什么话说吧。好吧，会长，国防部要求你们立刻听从保密局特派员我的指挥。笑话！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，凭什么我要听你们的指挥啊？据我们对你的调查，你这个忠义兄弟会一直是在地下活动，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你们惧怕共产党，因此你就能成为我的朋友。做朋友，有意思。倘若你要是冒充国防部的人，那我们的对话是不是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？我确实是国防部保密局的特派员。怎么？会长对保密局心存芥蒂？众所周知，国防部除了会干送死你去、相扶我来的事情，还会干什么呢？党国内部派系林立，时有摩擦，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。不过就眼下的情况来看，尽快的展开惊蛰行动，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。如若你们归顺党国，精诚合作的话，这样，我想党国一定会重重的奖励你们。你说呢？这个小木匣里装有20根金条，是国防部给予忠义兄弟会的第一笔活动经费。我告诉你，我做事情从来都不是为了钱，更不想被政治绑架，替人做炮灰。我来警告你，如果你们真的想合作，就拿出诚意来。何必绕一个电料科的小行长在这里冒充二叔？马掌柜，会长，我们都是军人，各自有各自的职责和任务。不过，二叔让我问你件事：山口俊一，你把他给藏到哪儿了？山口俊一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。哼，会长，今天我们两个谈的是合作的问题，希望你能明白。行了，回去告诉你们二叔，如果怕死，就一直做缩头乌龟；如果真想合作，我们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，让我也知道所谓的惊蛰行动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好吧，不过这个东西我是带走呢，还是留下？马掌柜，无功受禄之事，鄙人从来不干。告诉你们家二叔，一定会让他有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好吧。小六子，怎么的？立刻把这个寄到香港去。这是地址。是。刚刚收到一个情报，我们派往陆凯家乡
调查情况的苏新华同志，在回来的路上，不幸坠崖身亡。有关红姑的档案，也因此丢失。陆一凡，你把张倩倩被害一案的侦办情况说一说。是，这些天我把所有的物证都一一核实了一遍，得出了一些结果。第一，经过弹道检验的结果，这发子弹的确是由陆凯的配枪射出来的，但是他并没有射在张倩倩的身上，而是垫在一块枕头打在了一块猪肉的上面。而真正的那颗子弹早就在我们去医院之前就被人调了包，从而把所有的物证严丝合缝地勾勒在了一起。第二，我曾经问过陆凯，他是如何管理这把配枪的。他说，24小时枪不离身，就算在睡觉的时候，他都会把枪压在枕头底下。他的枪什么时候才能毫无知觉地被别人拿走？只能是他熟睡的时候，有人才有机会偷窃手枪，制造假象。而这个人只可能是夜里跟他在同一个宿舍睡觉的人。第三，制造这一枪杀案件的最终目的就是借刀杀人，借公安局的刀杀死公安局的陆凯，从而大大削弱了侦破惊蛰行动这一重大案件的中坚力量。综上所述，所以我认为本案的重大嫌疑人就是红姑。而侦查员苏新华在陆凯的家乡意外坠崖，更加为确立本案重大嫌疑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。局长，我说完了。文宁，到，对红姑进行24小时监控。是。我命令，全局通讯，内禁3天，所有关625专案的情况，一律不许在通讯工具上谈及。如有行动，必须由专案组人员进行面对面传达。哎呀，大娘，起来。红姑不是说自己是之前谋犯吗？不如我们给她找点事儿干，这样也便于我们跟踪布控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让她做鞋。让她做鞋？对。春城市不是要给志愿军捐一批军鞋吗？红姑现在的剩余精力太多，与其让她躲在暗处鬼鬼祟祟，不如让她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。我觉得你这个人脑子转的还是挺快的。那是。您好，孙主任，我有件事情想麻烦您。有事情我们屋里谈。好的，好的，请。主任，俺呀现在身体恢复的完全没问题了，明天啊，俺就接着炒面去，绝对没问题。没问题也不行。为啥呀？你看你刚从医院出来，怎么也能在家得歇2天。再说你家陆科长还出了点事儿。家里咋能没人呢？大伙说是不是？对呀。万一局里有事找你，你不在家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会纳鞋底儿是吧？哦，对，俺会。要不然你就在家纳鞋底儿吧。纳鞋底儿？前2天呐，市妇联发出倡议，号召咱们全市的妇女都行动起来。给志愿军捐献1万双鞋呢！真的啊！哎呦，那太好了！哎，我就说嘛，你看你心灵手巧，在老家还做过军鞋，你肯定没问题。没问题，纳鞋底俺会，那俺在家纳鞋底，咱支援那个志愿军。哎呀，我太行了！老乡，请问
再往前走，是不是就是黑龙山了？你是来爬山的吧？就算是吧。那我劝你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？以前也有外地人进去过，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。你还是回去吧，别再往里走了。好好好，谢谢，我会注意的。老易同志，真是抱歉，我又要食言了。本来已经答应你5年之内不安排任何任务，但是敌人不答应了。这不，他们现在又开始惊蛰行动了，而且来势汹汹。首长，我是一名战士，永远不会放下手中的枪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快点！老实点！你是不是曹创？是我。曹创，政府明明宽大了你，不再追究你在军统的历史问题。可是你小子呢，竟然不知悔改，继续干起了特务的勾当。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？曹创，我们来的路上，上司可说，如果你不老实交代，我们随时可以干掉你。说，你来绘图，是不是一个叫邱福臣的女人指使的？张倩倩被杀一案，摆明了就是敌人搞的一次栽赃陷害。可是敌人为什么偏偏要陷害陆凯，而不是别人呢？人怕出名，猪怕壮啊！陆凯是众所周知的侦察英雄，敌人一定把他视作执行计划的最大障碍，所以想借我们的手把他给除掉。也是啊，陆凯，平常你这个人行事太高调了。局长，就算我高调，我也不会拿党纪国法开玩笑，我更不会草菅人命。刚才厅长可说了，这明摆着它是个陷阱啊！这是敌人对我们搞的一次火力侦察，但是他们大大低估了我们对自己同志忠诚度的认可了。他们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过早的暴露了他们的企图。我们就要将计就计，打他一个绝地反击。别动！慢慢的把身体转过来。
说说吧，你一个人来这山城老林干什么呀？能找到这儿来，我肯定是要找一个能吃饭的地方。投奔我们？你叫什么呀？曲立明。在哪儿发财呀？来之前在省供销社做押运员。就你说的这些是真是假，谁能给你证明呢？我这儿有谍报处处长魏延田亲自给我颁发的潜伏证明。拿上来我看看。如果不是被叛徒出卖，我也不会中断潜伏任务来投靠你们的。你是被什么人出卖了？把枪放下。徐立明，你接着说吧。说来话长，我是被自己人出卖的，但是你们放心，在我来之前，已经把他给干掉了。兄弟，还没问尊姓大名啊？他叫吴四，是我们一大队队长。啊，吴队长，以后还要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。徐立明啊，不瞒你说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树在下愚钝，吴队长，什么意思？告诉你这个秘密也无妨。就是最近，我们忠义兄弟会已经成了香饽饽了，人人都在抢，什么党通局、保密局都在花重金想要招安我们。你这时候来加盟，可是赶上好时候了。徐立明，你可要把握好这个大好时机啊！吴队长，你放心，我曲立明愿为党国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收队，好吧。你敢打我？我敢打你！我不但敢打你，我还想打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姓邱的，你们他妈拿我当猴耍呢？啊！你们压根儿就没把我放在眼里，还找些个流氓地痞耍弄我，真刀真枪轮流上，你们真想把我逼死而后快吗？姓邱的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把我逼急了，不然的话，老子不干了。大不了我上公安局我自首去，让你们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曹创，对不起啊，真心的。我知道我不该向你隐瞒实情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。现在共党的谍报人员是无孔不入，这都是二叔的意思。用人必疑，凡是参加行动的人都是查完再查的，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都是确保万无一失，对吧？我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违抗命令呀。姓邱的，我告诉你，在我眼里，你不过是个起点而已。二叔才是我的归宿。邱和臣，请你转告二叔，我要见他。如果他不想见我，继续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来考验我，那对不起，老子不干了。从今以后，隐姓埋名，远走他乡，总比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要强。鉴于曹创贪污不满，个人私欲极度膨胀，他已经不适合留在局里工作了。我提议把他调离公安战线，另行安排工作。曹创啊，你可以走了。
对不起大家，给你们丢脸了。今天对曹创的处理，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都要引以为戒。散会。钓了几条鱼啊？不多，3条。3条都什么鱼？自己看看吧，鲫鱼。我看不像，是草鱼吧？你就是二叔？不错，曹先生，你可真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啊！听说你对组织上的考验很反感。我非常理解上峰的良苦用心，但是你们不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拿我逗着玩吧？曹先生，我们可没有拿你逗着玩啊！我们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惊蛰行动密切相关。就拿让你测绘的地形图来说吧，如果没有它，惊蛰行动根本不可能完成。我可是老军统啊，军统的规矩我懂，活儿我可以干，但是我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就是撒不出来，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拿我当猴耍。曹先生，有些事情我们也很无奈，我想你是明白的。现在正值党国用人之际，希望你把度量放大一点，胸怀呢再放宽广一些，眼光再放长远一些。如果惊蛰行动一旦行动成功，那么党国复兴的步伐将大大加快，到时候在功劳簿上，我们会为你郑重地加上一笔的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哎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？今后若无特殊情况，我们最好不要直接见面了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共产党耳目众多，直接见面会很危险的。那我经费怎么办啊？怎么？邱佛臣没给你吗？给是给了，但是太少啊！我要求再增加1倍。曹先生，经费的支出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啊。正因为不是小问题，我才郑重其事的跟你面对面的提出。哎，你们要是对我的开销有质疑、不信任，可以去查呀。可是现在的经费支出情况已经影响到了测量和绘图的正常进行。这么说吧，要是还是这点钱，这活我干不了了。曹先生，你的这个态度，我很担心呐。这要是让毛局长知道，你觉得会怎么样啊？经费，我会尽量按你说的，给你增加1倍。不过，无论是在态度问题上，还是在花钱问题上，你都要向共产党学习。人家是有钱没钱，豁出命来也要完成任务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现在出卖党国利益的人不在少数，摇摆不定的，事不关己的，随时打算向共党投诚的，那更是数不胜数。你们花这点钱在我这儿能买到服务，我就觉得不错了。看你这副贪财的嘴脸，你就做不了共产党。我倒是想入呢，人家还得要你呢。来，先给立明兄弟尝尝点啊！咱忠义兄弟会就这条件。见过见过啊！你们几个就自……别动别动！干什么？不动！干什么？我们吃饭呢！闭嘴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
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带走。走。没事，几位兄弟，没事啊。兄弟，有什么话咱好。我说兄行。你上山来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咱俩又不是没见过。如果你还是硬撑着的话，那这后果就很难预料了。我说，我都说。你小子还算识相啊，说吧。不是我识不识相的问题，你们没等问呢，就开始打上了。我是公安局侦查科科长陆凯，因为遭人陷害受到了贬斥，走投无路，我才偷了潜伏证明来投奔你们的。哦，那我问你啊，这潜伏证明从哪儿偷的呀？废话嘛，档案室。档案室。来，给我接着打，一直打到他说实话。哎，兄弟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不然你派人你去调查调查去。不是，我说你们讲点道理行不行啊？其实我对你并不陌生，你叫山口俊一，而且我还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全部都是虚构的。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啊！我费这么大劲把你从保密局那帮王八蛋手里抢过来，不是为了杀你的。我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。当年你们一共制造了多少细菌武器？而他们现在是不是都被藏在这儿了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叫山口惠子？你不说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不想她吗？多可爱的日本女孩啊！不错，我的确有个女儿叫山口惠子，但是后来在广岛，她被美国人的原子弹炸死了。你撒谎！但是你的中文说的还是不错的。
感谢。来日方长。带上来。姓陆的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说出共党派你来的目的，我不仅可以放了你，还可以亲自送你下山。怎么样？兄弟，帮我一把，来个痛快的。好，嘴硬是吧？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！二哥，没想到是我吧？咱们今天可以说是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！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走，咱们到里边去，对酒当歌，畅叙别离之情。顺便回答你所有的疑问。二哥，这杯酒算是我给你赔罪了。你何罪之有？二哥前来，我招待不周，让二哥受了皮肉之苦，所以理当赔罪。我受点皮肉之苦不算什么，但是有些事情，你得跟我解释清楚吧。二哥是说，当年，1948年10月30号，正当你向我军投诚的关键时刻，为什么你要炸死，而且还隐藏了这么久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炸死。你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我当时的举动，基本上是准确的。但是你现在在问我，炸死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恐怕得问你们了吧？我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出尔反尔，背信弃义，说一套做一套。不但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出现在接头地点，还有人在我乘坐的吉普车上安置了一个炸弹，企图将我炸死。现在你在问我炸死的目的是什么？二哥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就是为了保住我这条命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想再为了什么虚无缥缈的信仰连累我的家人。所以，我的选择是隐身遁形。我在暗中窥探。我曾信任过的二哥，还将做出何等不义之举？我这个解释，你满意吗？也就是说，你是这么理解的：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对我们一直怀恨在心。然也。好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当年。就在我赶往接头地点的路上，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的伏击，所以才耽搁了我们接头的时间，你信吗？而且我赶到了接头地点，也发现了你。就在我追赶你的同时，你乘坐的那辆吉普车，在离我不到3米的地方，它爆炸了。
我也是身负重伤，你信吗？当我告诉你这一切，你作何感想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个炸弹跟你没有关系啊？就算我愚蠢，也没有愚蠢到连我自己都要一起炸死的份上吧。好，给我证据。我有人证，而且这个人你也认识。谁啊？你我的大哥曹创。他能拿出什么证明你是无辜的呀？如果我和你讲兄弟情谊，你肯定不信。可惜，大哥这个时候不在这儿，要不然他就能说清楚了。我问你，你对吉普车爆炸之前的事情了解多少？显然是知道的不多。那好，我来告诉你。当年，就在你乘坐的那辆吉普车开出办公大院的同时，大哥就截获了国民党军头下令要密采你的电报，因此他也赶到了我们接头的地点，亲眼目睹了爆炸的全过程。那他就怀疑了，是有人早于保密局下达命令前要杀你，而且也获悉到你要秘密起义的情况，所以才会在你乘坐的那辆吉普车上安装定时炸弹，并且派人伪装成我方人员，阻挠我们的那次见面。我们逃过了一劫，并没有死。盛文，你是我们兄弟三人当中最优秀的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你过于主观，过于冲动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，是谁最想置你于死地？是谁最想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？当然是与我们不共戴天的麻雀。不是我吧？这也正好印证了大哥的推测，麻雀他最有可能。好，二哥，我暂时相信你。但是，请你立即安排大哥与我见面，同时，你要拿出证据，证明不是你陆凯要置我于死地。可以，但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又在敷衍我，盛文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直潜藏在地下。当然了，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人员，对于地面上的事儿，你多少也是清楚的。否则，你不会轻易抓到我的。那大哥的事儿，你是不是也知道一些啊？他现在焦头烂额，至于他在哪儿，我真不知道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今天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你就甭想活着从这儿出去。太熟悉了，这句话你跟我说过不止一次。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呸！二哥，崔胜文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什么？三弟。好。哎呦，你今天如果不告诉我真相，那你就是要逼死我。老三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啊？一边是党国，一边是兄弟，我都不能放弃。但是我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，我必须保护这份荣耀。我只能选择自裁。你不能这样逼你二哥。我数到3，如果你没有给我真相，大哥、二哥，咱们地狱见。1。3、2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真相。好，我说，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
如果你觉得我是共产党，我就是共产党，但我永远是你二哥。满意了吧？你终于可以向你的上峰交差了，用兄弟的血来染红你的战袍。从此以后，加官晋级，荣华富贵唾手可得，想想都自在。我就是那种贪图荣华富贵、不仁不义的小人，但是有一点永远都不会变。你永远是我二哥，我们永远是兄弟。永远记住8个字：患难与共，生死相托。现在想要做到这8个字，可就难了。不难，还是8个字：离开黑暗，走进光明。之前你就要投诚，现在为什么不主动辞手呢？行啊，回去告诉你们二叔，如果怕死，就一直做缩头乌龟。这是野狼的声音，确信无疑。声音的比对，你敢肯定？可以肯定，与我们此前存档的讲话录音相比，声波和重音习惯完全一致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，他就是1年前被炸失踪的保密局春城站代号野狼的特工人员。长官，当年野狼投共时，携带着一批绝密文件，这里就包括了惊蛰行动所急需的那份藏有枪支弹药的地库施工图。好啊，马上电令二叔，让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，都必须要让野狼交出此图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是。盛文，你还别说，这个山洞是绝好的藏身之所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是省里一个地质学专家发现的，后来告诉了我。有了藏身之所，你就可以带着你的这帮弟兄们胡作非为了，是吧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外边已经是阳光明媚了，你要躲在这个幽暗的角落里面，撑多久啊？外边不还有二哥这样的好人吗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此话怎讲？现如今我遭人陷害，如丧家之犬。你所说的好人，恐怕这世界上没有了。二哥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多数人都过着双重的人生。你的双重人生会把你引向天堂，而我的会把我带向地狱。程伟，好了，二哥，不说这些了。我呢，要带你去见一个人。我可以这样告诉你：从现在乃至于以后，我要做的事情，都跟这个人有关系。他就是我想让你见的人。从你的表情，我能判断出，你似乎见过这个人。我不得不承认，
你手下的手段很高明。不，他是我从保密局手里抢过来的。你抢他干什么？简单的说，2个字儿：报仇。二刚，你跟我来。我就是为了他们，为了他们这些在同一天死去的兄弟们报仇。你还记得我们那次闪电行动吗？我怎么能忘记呢？那次行动，可惜啊，失败了。